U-20搭载志愿军烈士遗骸归国，歼20战斗机护航，我军用优势装备告慰先烈，意味深长。观众朋友、网友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全少。近日，第9批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交接仪式在仁川国际机场举行，中韩双方代表现场签署了交接书，确认交接88位烈士遗骸及837件相关遗物。运20重型运输机接迎烈士遗骸遗物返回中国。在进入祖国领空后，歼20隐身战斗机编队为烈士护航。运20运输机最后降落在沈阳桃仙国际机场后，又以过水门的最高礼遇迎接英烈归国。这也是中国空军首次出动歼20隐身战斗机为烈士遗骸护航。据官方统计，中国人志愿军牺牲英烈共有197653名，其中有些人的遗骸都在韩国，许多志愿军烈士的名字无人知晓，但是他们的功勋永世长存。近年来，中国通过与韩国政府的协同努力，让一批批英魂归来，让后人铭记这场战争的伟大胜利。在中国刚刚立国的那个年代，面对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，年轻的志愿军战士经过3年多的艰苦卓绝的战斗，最终赢得了战争的胜利，赢得了全世界的尊重。自此，中国陆军的强大就被定格在世界之最，西方列强彻底失去了在陆地上征服中国的希望。当年由于缺少先进的武器装备，志愿军在没有制海权、制空权的情况下，从地上、地下到空中，打出了许多不可思议的战役和战斗，比如让美国西点军校到现在都无法解释的上甘岭战役，中国空军横空出世，通过英勇顽强的战斗和刺刀见红的精神所建立起来的米格走廊等等。那些牺牲的志愿军战士很多都是在17到20几岁的年轻人，他们缺衣少食，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依靠信念在战斗，体现的是中华民族强大的战斗意志。当中国被逼到没有选择的时候，我们不想当亡国奴，不想为列强当牛做马，要为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生存而战。我们不轻启战端，但是也不惧怕任何对手。中国5000年文化的传承未断，证明我们才是真正的战斗民族。如果当年中国人民志愿军有与美军相当的先进武器，或者只有他的武器水平的一半，早就把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赶下了大海。事实也是如此。今天，中国空军用运20战略运输机以歼20隐身战斗机迎接英烈归国，这本身就是一种力量的宣示，更是最好的告慰。中华民族的崛起不会一帆风顺，未来还要面对解决统一的大业，也会面临着世界霸权国家的挑衅和压制。但是今天的中国人志愿军不但继承了志愿军的伟大精神，还有了先进的歼20战斗机、运20运输机、055万吨大驱、东风17高超音速导弹、东风26中程反舰弹道导弹为代表的优势作战装备。在国家强大之际，中国解放军的武器装备也将进入以优胜优的新时代。不管面对什么样的对手，我们都有信心战而胜之。曾经耀武扬威的美军航母，在解放军锁台演训时，只敢在东风导弹的射程之外打转；曾经把中国拖入半殖民地半封建深渊的英帝国，其漏水的航母也只敢在海上晃荡；曾经在中国土地上犯下罄竹难书的兽行的日本鬼子，正因为中国的不断强大而惶惶不可终日，而其挑衅台海事务的后果就是被彻底清算。台海对岸的不孝子孙也在恐惧中煎熬，他们的下场早已注定。英烈回家，再看看祖国已经站在世界强国之列，让任何对手都心存忌惮。没有你们昔日的英勇牺牲，
就没有祖国发展的今天。唯有牺牲多壮志，敢叫日夜换新天。祖国不会忘记，人民永远铭记。我们坚信，新一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不会辜负你们的牺牲，你们的希望，终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。好，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